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向阳花赵丽颖被官媒点名批评，言辞犀利，真是一点脸面都不留。向阳花豆瓣开分 6.6， 在评价当中，打3分、4分的最多，打1分的最少。网友与网友之间的评价截然不同。好评的说，看到了姐妹之间的双向救赎，展现了人性的温暖和坚毅。冯小刚导演拍戏还是如此的老辣。差评则完全相反，表达情感完全靠外放，难过就是痛哭，愤怒就是嘶吼，可是眼睛里又有多少内容？冯小刚导演最近几年的质量持续下滑，创作缺乏新意。正当网友们争论不下的时候，央媒《北京日报》给出了他们的官媒观点：高月香的代入感不强。电影一上来就是高月香入狱分配宿舍，借用高月香与狱警谈话可知，她是为了给女儿配20万的人工耳蜗，才不得不走上犯罪道路的。但前妻高月香因为生出女孩被老公家暴，女儿被老公天天想扔掉，以及高月香对女儿非常爱，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揪心过程，被导演完全省略，以至于在观众与高月香没有产生共情，没有心疼她、痛恨她男人、可怜她女儿时，故事就已经开始了。反观第20条，赵丽颖虽然饰演的是一位女配，但她被村里的恶霸一次又一次欺负，她老公只能被像狗一样拴在院子里，听着，等着。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痛击着观众的内心，让观众痛恨恶霸，可怜赵丽颖饰演的哑巴母亲以及她的男人。那么后面赵丽颖饰演的哑巴母亲，无论是反抗还是选择跳楼，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抓住观众的心。黑妹的这条线反而比高月香完整。在电影院里，我的大部分眼泪确实贡献给了黑妹与高月香。黑妹和她大师兄之间的对手戏，黑妹从小就因为被拐卖而进了贼窝，她没得选。为了防止被抓后暴露他们的老巢，不允许黑妹说话，为了让她记住，一次一次地往她嘴里倒开水。在黑妹出狱后，她拒绝再当贼，大师兄往她手上摁烟灰，观众觉得大师兄心狠手辣。可是转头，大师兄给她买了手机，虽然我是贼，但是这是我买来的手机，是干净的钱。大师兄放她离开，贼窝那边自己帮她抗。观众不知道后面迎接大师兄的会是什么，但两个贼之间的情谊却此刻让人动容。后来黑妹以为高月香要跳楼，她终于张嘴说话，那一声声从喉咙里嘶哑出来的声音戳进了观众心里，这是她的姐妹情。黑妹的故事线条很完整，起因过程高潮结果，因此对观众的触动也更完整。失去了冯小刚的特色，官媒真的一点情面也不留，直戳冯小刚导演的肺管子，说他以冷幽默著称，而向阳花里缺乏金句，很难让人印象深刻。其实我觉得这点还好，本身故事就让人很难过和唏嘘，所以穿插太多的冷幽默反而会让故事缺乏窒息的效果。其实很打动我的是那句我的命已经脏了，但我女儿的命是干净的。这句里面没有母爱，但是处处是爱。高月香天天打人，为什么不敢反抗丈夫？官媒说高月香是性情暴烈的女人，为什么却不敢反抗丈夫的虐待？电影里有好多高月香打人的戏份，但我并不认为一个女人有多狠，她就能够用力量抗衡男性。男性在体力上对女性本身就是碾压性的，谁就能肯定高月香没有反抗过呢？或许越反抗打的越狠呢？因为他们是和亲家庭，或许反抗会引来自己父母、对方父母的痛骂呢？高月香表面看起来是很强大，但如果她真的如此之强，又怎么会因为残疾弟弟
而同意嫁给瘸腿老公，只是为了亲情吗？我不信。高月香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一定有过很多眼泪、委屈、绝望，只是冯小刚导演没有把它表现出来，我觉得这一点上是很可惜的。赵丽颖的表演不如在第20条出彩，官媒这算是批评赵丽颖了，说她在《向阳花》里的表演只能算是完成了任务。我们先欣赏一下她在第20条里，孩子被坏人绑架了，她的风雨无力。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，反正我在看这段小片花时，汗毛都在发麻。而在《向阳花》里，其实是没有这种类型的大高潮的，故事情节没有这种濒临绝境的危机，人物的感情也没有，那么观众的情感肯定也没有这种深深的绝望。观众不绝望，就很难真心希望反转，很难把主角的希望当成自己的希望。但我觉得其实这不怪赵丽颖，其实她本身的人物发挥空间没有第20条那么大，所以并不是演技不好，而是角色单薄。底层人的心声被在摄像头中放大，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群体，体会他们的不容易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。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剧、电影偏向于写实的题材。万万没想到，4月份最大的笑话竟是赵丽颖给的。2025年的清明档期，一部名为《向阳花》的电影在业内掀起惊涛骇浪。这部由冯小刚执导、赵丽颖主演的现实题材作品，首日以3270万票房空降亚军席位后，次日便遭遇断崖式下跌，最终以不足8000万的成绩草草收场。这场被寄予厚望的顶刘家名导组合，用血淋淋的市场反馈撕开了影视行业华丽袍子下的虱子。当观众走进影院，迎接他们的是堪称教科书级的剧情缝合怪。赵丽颖饰演的刑满释放人员高月香，既要承受我在他乡挺好的事的租房困境，又要复刻中国合伙人的创业套路，最终在拜关公结义的江湖气中仓促收场。这种将社会议题简单粗暴地熬成励志鸡汤的做法，让豆瓣6.6分的开分显得格外宽容。毕竟影片中关于区块链的职场戏码，连弹幕区都飘满建议查查知网的嘲讽。冯小刚的创作困境在镜头语言中暴露无遗。这位曾用甲方乙方定义贺岁片的导演，试图用老炮儿式的江湖气包装女性互助主题，结果炮制出满屏违和的女版大哥大。监狱管教莫名圣母的设定，拜关公结义的荒诞仪式，无不彰显着男性导演对女性叙事的隔膜。更讽刺的是，剧组在泰国夜市拍摄的蹬三轮、卖烤串真实场景遭删减，荧幕上留下的却是悬浮的创业童话。赵丽颖的转型阵痛同样触目惊心，提前3个月体验生活，自掏腰包投资影片的诚意，终究敌不过毁容式演技的审美疲劳。当他在会议室大谈区块链时僵硬的原声台词，与第20条里程式化的聋哑母亲形象形成微妙互文，暴露出电视剧演员转战大荧幕的致命短板。某院线经理透露，72%的购票者都是25岁以下女性，她们冲着赵丽颖的颜值进场，却在沉重叙事中昏昏欲睡。这场惨败撕开了影视行业的3个脓疮。其一是资本对流量密码的迷信，某影视公司高管坦言，选角公式早被3S 标准 S 身材、S 演技伪、S 流量锁死。其二是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疏离，当短视频平台都能精准捕捉市井烟火时，专业团队却将真实场景锁进删减片段。其三是类型片创作的投机心态，把女性互助简化为拜关公结义，将社会议题异化成虐女奇观。值得玩味的是同期市场的2极分化。张艺兴主演的《不说话的爱》虽然豆瓣评分仅5.8，
却凭借粉丝包场斩获6847万票房。《我的世界大电影》用游戏 IP 收割1.05亿登顶清明档。这些数据揭示的残酷现实是，当创作沦为数据游戏，真诚反而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。就像剧组在清迈夜市记录的真实人生最终被剪掉，我们正在失去用镜头触摸时代体温的能力。但希望仍在裂缝中生长。这些成功案例印证，当技术手段日益精进，观众反而更渴望看见带着呼吸的故事。或许向阳花的价值就在于他用8000万学费买来的警示，在这个故事通胀的时代，唯有直面人性深渊的勇气，才能叩开观众的心门。当我们在短视频里刷到赵丽颖吃盒饭的花絮，在电梯广告中瞥见冯小刚的导演手记，是否该停下来思考，这些精心设计的营销碎片究竟在为什么样的创作背书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影体验，让我们共同探讨中国电影破局之路。你看向阳花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同样都是讲苦难的第20条，你觉得哪个更打动你？